砰！苏无忌把谢菲尔德随手丢在了地上，随后他没管现场级别最高的夏红镇，而是走到了岳冰凌的身边。冰凌，你怎么在这里？苏无忌高兴地说道。我这次回国都还没来得及去首都看你，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南厉。岳冰凌轻轻一笑，没关系的。他其实并不介意苏无忌有没有时间去看自己，但对方能特地为此解释一句，已经让岳格格很开心了。这种姑娘就是这样，很难接近，很难融化，但一旦融化了，就特别好哄。一旁的夏红镇简直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岳冰凌这个首都著名冰山居然笑了，没错，这就是笑。那张俏脸上的面部线条明显已经比之前变得柔和许多了。老夏可是一线干警出身，一些蛛丝马迹肯定逃不过他的锐利眼光。此时看到了岳格格的笑容之后，夏红镇便本能地认为这个抓住毒枭的青年应该就是岳冰凌心仪的那个男人了。只是岳家丫头说两人还没有谈恋爱，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自己得好好观察一番。老夏自己都没意识到，一贯严肃的他似乎已经变得八卦起来了。是啊，小玲玲，好久不见，抱一下啊。苏无忌笑眯眯的主动张开了双臂。夏红镇莫名觉得这称呼和笑容都有点轻佻，然而这样的笑容落在岳冰凌的眼睛里，只会让他感觉到亲切。即便苏无忌的身上还有不少的硝烟与灰尘，岳格格也是毫不在意。他往前跨了一步，轻轻拥住了对方。这一抱莫名让岳冰凌想起在山体空间里苏无忌那意识模糊的状态下对他的上下其手了。一想到这儿，这位中央调查局的行动处长一下子不受控制的有些耳根发热。夏红镇看得清楚，岳家丫头真的脸红了，她的表情也柔和了几分。随后一想到自家那个不听话的单身女儿，又叹了一口气。由于周围人多，苏无忌可没和岳冰凌你侬我侬的，两人的拥抱连2秒钟都没持续到，便松开了手。此时谢菲尔德已经被摔得醒过来了，他看着夏红镇，咬着牙道：不愧是华夏的夏部长，没想到你们的反应这么迅速，居然安排这种超级特种兵对付我。这位大毒枭口中的超级特种兵所指的自然就是苏无忌了。夏红镇带来的安保人员已经把谢菲尔德按在地上，反铐住了双手。这些年来，谢菲尔德几乎称得上是欧洲第一毒枭了。他表面上经营着一家主打男性客户的药物公司，实则和丹麦制毒大师德拉蒙德深度合作，赚得盆满钵满。这一次，谢菲尔德趁着东亚安全峰会之际，亲自来到南厉考察市场渠道。当然，最主要的，他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搞一下之前主持对德拉蒙德抓捕工作的夏红镇。他很谨慎，特地让手下提前研究了夏红镇的行车路线，甚至还让30多名雇佣兵乔装打扮提前潜入南厉国。可是谢菲尔德却没想到，自己居然惹到了这么猛的超级特种兵，在短短时间里便被炸得丢盔卸甲，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谢菲尔德，你我隔空交手那么多次，这次总算见面了。夏红镇沉声说道。他这一开口，一股强大的威严感直接将周遭区域所笼罩。苏无忌看了夏红镇一眼，原来这就是老爸的情敌。情敌倒也算不上，
严格说来，那只是夏红镇的二婚老婆在青春期对自家老爸的单相思。有这么严肃的老爹，夏子熙在家里的日子想必没那么好过。苏无忌在看夏红镇的时候，后者也在看着他。此时月格格就和苏无忌并肩站在一起，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明显已经超过了男女之间的最大安全距离了。老夏并未先和苏无忌过多寒暄，只是竖了个大拇指，便转向了谢菲尔德。夏红镇，你们够狠，凯尔斯被削断一条胳膊，麦金利直接被炸死。谢菲尔德咬着牙，你知道我们三人的背后关乎多少人的利益吗？你知不知道你惹上了黑暗世界里最恐怖的力量？呵呵，那又如何？夏红镇冷笑，那表情里全然都是毫不在意。剩下的几十年在监狱里度过吧。我下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而你呢？你的下半辈子将会遭受无穷无尽的袭扰与刺杀，每一天都将不得安宁。谢菲尔德喊道。岳冰凌听了，冷着脸走上前来，从口袋里取出了一管特制细胶带，把谢菲尔德的嘴巴死死缠了好几圈。后者终于说不出话来了，只能用愤恨的眼光看着夏红镇，而老夏却转向了全昌浩。他说道：昌浩在南离国境里抓着这两人，能不能想办法交给华夏？全昌浩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拒绝，而是很认真地想了一下。我们两国可以事后成立联合调查组，后期我会想办法将他们移交给你们。的确，这几个毒枭在南离首都搞出那么大的动静来，如果直接将他们交给夏红镇，全昌浩完全没法向公众交代。好，夏红镇和他握了握手。这里的烂摊子只能交给你来收拾了。全昌浩表情轻松地笑了一下。欧洲三大毒枭在南离落网，我们的警察会成为城市的英雄的。这件事情一经公布，起码他这位全国警界最高指挥是可以将功补过了。夏红镇随后走到了苏无忌的跟前，说道：我是夏红镇，小兄弟怎么称呼？苏无忌说道：夏部长你好，我叫苏无忌。岳冰凌的声音从旁边响起：首都军区烈焰特战大队苏无忌大队长。说完这一句，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曾经多次并肩执行过任务。烈焰大队。饶是夏红镇一生经历过无数波澜，此刻也忍不住地轻轻吸了一口气。你是大队长？苏无忌笑着说道：只有执行任务的时候才是的。怪不得你们应该才从非洲回来不久。对了，夏红镇问道。显然以他的地位，自然知道那些坠机军官们回归的事情。当时老夏还在办公室里感慨，不知是哪位兵王完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壮举。但是据首都军区所传出来的消息，此人的职位是烈焰大队现任大队长。终于对上号了。确实是的。苏无忌笑着说道：其实才休整了2天，时差都还没倒过来就来南离了。夏红镇由衷说道：英雄出少年，佩服。得知了苏无忌的身份，他忽然觉得对方的笑容好像和轻佻根本不沾半点关系，那是见惯了生死之后的释然与通透。不得不说，现在的老夏对苏无忌已经有了些许滤镜了，都开始会自行脑补了。小苏，这次你是怎么找到这些毒枭的？夏红镇问道。苏无忌指了指天上，说道：
一直在通过无人机看着你们。夏红镇并未询问苏无忌的任务细节，他还以为对方是代表首都军区来暗中维持峰会稳定的。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苏无忌这次的雷霆出手，都给夏红镇以及无数的警察同事解决了大麻烦。谢谢。老夏伸出了右手，由衷地说道：我替全国的公安干警，也替我自己谢谢您。一人团灭了欧洲3大毒枭，简直是天大的功劳。这事儿要是发生在华夏境内，夏红镇都不知道该怎么给苏无忌嘉奖了。苏无忌也伸手和他握了握，笑道：夏部长不必客气，守土有责，这都是我辈年轻人应该做的。这义正言辞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天天向上的大好青年，绝对和灯红酒绿的夜场毫不沾边。好，很好。现在像你们这么满心赤诚的年轻人，真的不多见了。夏红镇的眼睛里满是强烈的激赏之意。如果老夏看到苏无忌在皇后酒吧的舞池里左拥右抱、扭屁股跳舞的样子，不知道还能不能说出这种话来。看着这优秀的年轻人，夏红镇忽然想起家里还有一个只想着开咖啡馆的姑娘，和人家相比，自己的闺女都不知道被甩到什么地方去了。夏部长您过奖了，我们要向你们这些首长和老前辈们学习才是。苏无忌一脸诚恳地说道。夏红镇不禁觉得苏无忌太会说话了，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小苏，有时间的话去我家里做客。对了，如果这个年轻人是单身的话，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得上夏子熙。当然，这个念头只是从老夏的脑海里一闪而过，随后他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看不上。尤其是竞争对手还是岳格格，人家岳冰凌有个好工作，有个好前途，自己的闺女有什么？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豆。苏无忌一笑：好，等回了首都一定去当扰夏部长。夏红镇还不舍得走呢，他依旧在上下打量着苏无忌，一边打量一边说道：好好，真是好样。不说别的，就凭苏无忌一口气从非洲带回来10几名失踪的军官，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耀就几乎无人能及。要是自己有个这样的女婿，那真是光宗耀祖。老夏，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怕谈论自家孩子了。苏无忌有点受不了夏红镇这眼神，他说道：夏部长，您其实可以先回去休整一下，明天还要开会。岳冰凌微微垂下眼帘，在无人看到的角度，眸子里已是波光流转。显然他知道苏无忌把老夏赶回去休息，是要跟他享受二人世界了。夏红镇还没开口，全昌浩也来到了苏无忌的跟前，他伸出双手，热情洋溢：感谢您，我的华夏朋友，如果没有你们，峰会过后我就要引咎辞职了。而就在这时候，苏无忌耳中的通讯器里忽然响起了朴妍希的声音：有狙击手。此时苏无忌心中已经有警兆出现，他的第一反应是张开双臂猛然一扑。岳冰凌、夏红镇、全昌浩3人同时被苏无忌给扑倒在地。砰！一发子弹呼啸而来，直接打断了谢菲尔德的一条腿，鲜血喷涌而出。反器材狙击枪，如果苏无忌不把3人扑倒在地的话，夏红镇的后背估计就要被打爆了。一枪过后，谢菲尔德膝盖以下的半截小腿已经飞出老远，他惨叫了一声，直接昏厥了过去。
这狙击手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夏红镇，只是苏无忌及时将他们3人扑倒在地，避开了这一击。此时300米之外的高楼窗口趴着一个狙击手，他看到自己的子弹居然被躲开，明显有点意外。这预判能力有点太强了。调整了一下瞄准镜，这狙击手正准备开出第2枪，可是他已经失去了射击角度。不管是夏红镇还是全昌浩，都是在一线磨砺多年，2人落地之后立刻翻滚到了路边的墙壁死角。挡护冷下。苏无忌扭头对安保人员喊了一声，情况危急，他也顾不得喊夏部长了。老夏对此根本不介意，他反手从腰间拔出了手枪，而其余的安保人员已经围了上来，把夏红镇和全昌浩保护在中间。猖狂，太猖狂了！全昌浩愤怒地大喊：不要保护我，快去抓人！本以为3大毒枭被一网打尽，可以让他将功补过，可没想到居然还有狙击手在暗中埋伏着。全昌浩年轻时还在警察厅里担任过狙击手，他太清楚一个狙击手能够对安全峰会造成怎样的破坏性了。苏无忌望着远处的高楼，对着别在衣领处的通讯器喊道：小庞活捉那个狙击手。300米之外，狙击手看到彻底没了射击角度，摇了摇头，收枪离开，只能再找机会。然而这时候，他的心底也是骤然涌出了一股强烈的警兆。唰，一道锐利的破空声已经传进了这狙击手的耳朵。这狙击手的反应倒是极快，本能的身体后仰，然后把那把狙击枪横在身前。下一秒，一道黑色的闪电已经从窗口劈了进来。吭，剧烈的精铁交鸣之声响起。那黑色的闪电是一支金属箭矢，正好命中了狙击枪的枪身。这一刻，从箭矢尖端传来了巨大的冲击力，让这狙击手震得双臂发麻，本能地松开了手。枪和箭矢一起掉落在地上。他顾不得捡起枪，迅速爬到了门外，并没有乘坐电梯，而是沿着走廊来到了楼梯处。这狙击手本以为今天胜券在握，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那支长剑的精准度简直胜过了自己的狙击枪。此时，这个狙击手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理由。不愧是南俪，射箭项目是传统强项，在奥运会上拿过那么多金牌。然而锐利的破空声忽然间又传进了耳朵，这声音很细很锋利，似乎空气都已经被割裂。这是夺命的剑吟。当听到这声音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这狙击手刚刚推开楼梯的木门，在感知到危险之后，浑身力量爆发，本能的一歪身子，唰，一支箭矢如电般从走廊尽头的窗户中射了进来，直接穿透了他的肩膀。箭矢的尖端瞬间便钻透了楼梯的木门。这狙击手被钉在门上了。如果这家伙不是临时躲了一下，那么这一箭所穿透的就是他的心脏了。显然对面楼上有个箭手在与他同一楼层的高度上迅速平移，完成了2次射击。这狙击手难以置信，对方怎么可以强到这种程度？他生怕身后再来一箭，于是周身力量爆发，直接把整扇木门推倒，连人带门一起摔进了楼梯间里。啊！这么一摔，箭杆拉扯了伤口，这狙击手疼得脸都变形了。他咬着牙，一只手推着木门，一只手抓着箭杆，猛然撑起了身子。
这一下，狙击手又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痛吼，这是生生把身体从剑矢末尾退出来了。那剑杆上还有细小的锋刃，和伤口这么长距离摩擦，又带走了不少细碎的肉末，让这狙击手疼得灵魂都在战栗，汗水瞬间湿透了所有的衣物。他深呼吸了几口，随后起身迅速下楼。只是伤口的剧痛让这狙击手的身体发软，脚步明显有些不连贯，在下楼的过程中踉跄着摔倒了好几次。而就在他刚刚冲到1楼门口的时候，赫然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正迎面冲来。明明是一个人而已，落在这狙击手的眼里，却有种一台重卡迎头碾压而来的错觉。庞爷来了！轰！下一秒，这狙击手就被狠狠地撞飞了出去，生死不知。夏红镇回到了酒店，周围的所有建筑物都被层层排查，确保不会再出现任何一个狙击手。岳冰凌说道：“夏叔叔，审完了，这个狙击手是赏金猎人，收钱办事。有人在西方黑暗世界任务公会里匿名发布了100万美金的悬赏，被他领了。”夏红镇面无表情，沉声说道：“那我的命还挺值钱的。”一旦这事儿和黑暗世界的任务工会扯上了关系，那基本没法查找到是谁发布的消息了。这个任务工会堪称全世界最有信誉的中介机构，对所有信息发布者的消息都是严格保密，甚至他们在绝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发布者主动提供自身信息，只要把悬赏金提前打到工会账户里就可以了。苏无忌这时候推门走了进来，他说道：“不只是夏部长，东洋的警视总监西山佑树刚刚遭到了刺杀，身中4刀，双肺被捅穿，现在还没脱离生命危险。”东亚国家安全峰会，华夏和东洋两国的警界最高官员都受到了刺杀，这会怕是没法开了。可怜的全昌浩本来还能通过抓住3大毒枭来挽回一点声誉，这一次东洋警视总监重伤垂死，让整个南里警方再度颜面扫地。网络上相关的新闻已经报了。此时夏子熙正坐在自己的咖啡馆里，他本来准备完成几个最后的小布置，可这时候手机连续出现了好几条新闻弹窗。他拿起手机一看，全是关于东亚峰会的即时消息。翻看了几条新闻之后，夏子熙的眸子里透着清晰的凝重。他对旁边的店员小妹说道：“开业推迟，我有事去一趟国外。”啊？小姑娘问道。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夏子熙说道：“具体不清楚，一切等我回来再说。”这店员小姑娘不禁感慨老板姐姐的财大气粗。这云烟湖边上，每一天的租金都让人啧舌，别的店家都是巴不得装修好第2天就开业，可这姐姐倒好，装修了那么多天，眼看着开业，人还要去一趟国外，期间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还一点都不少发。夏子熙回到了民宿房间里，单手收拾了一下衣物，随后给老爸打了个电话。第一次老夏没接，夏子熙又打了一遍。什么事啊？老夏那沉沉的声音从听筒之中传出来。爸，我看到新闻了。夏子熙问道：“您没事吧？”我没事啊。夏红镇似乎并没有因女儿的关心而有什么感动的，他问道：“你在哪里？”夏子熙说道：“我在灵州，准备咖啡馆开业的事情。爸，你在国外当心些。”这句话还没说完，老夏
便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只要一提到咖啡馆，他便没有任何说话的兴致了。夏子熙握着电话，自嘲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沉默了1分钟，他用健康的那只手拉起行李箱，走出了门。走出门的是迎月晨曦。其实夏子熙给夏红振打电话的时候，苏无忌就在他的房间里。夏部长闺女的电话。他看着老夏对夏子熙的态度，觉得有点看不过去。是我女儿。夏红振并未详细解释，而是话锋一转，对旁边的秘书说道：通知南丽，就说华夏方面准备成立联合调查组，同时建议安全峰会继续召开，不能在犯罪分子面前退缩。他在女儿和敌人面前都是强硬的。苏无忌知道老夏一贯的性格，摇了摇头。这次被别人蹬鼻子上脸，东洋的警视总监都给捅进 ICU 了。如果夏红振这时候撤回华夏，和他的性格也太不相符了。小苏啊，夏红振忽然转向了他，3大毒枭都是你抓的，那狙击手也是被你所俘虏。这次回国，你想要什么嘉奖？苏无忌没想到老夏突然提起这一茬，笑道：夏部长，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现在确实还不是嘉奖的时候。年纪轻轻却淡泊名利，很好。夏红振的眼睛里满是赞许。很好。苏无忌不禁感慨，这老夏真是个人物，切换状态的速度太快了。刚刚明明在冷着脸布置工作，转而又开始夸自己，自己在他心中得优秀成什么样子了。而这个时候，房间门忽然被敲响，岳冰凌去打开了门。3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正等在门口，他们的腰间鼓鼓囊囊，显然都是带着枪。你们是谁？岳冰凌冷冷问道。为首的一个中年男人亮了一下证件，随后道：国家情报院反间谍行动处，苏先生是今天这次事件的全程参与者，请苏先生跟我们回去一趟，协助调查。岳冰凌冷声道：你们是来抓人的？中年男人说道：不只是协助调查，苏先生是英雄，我们不会为难你的。苏无忌盯着对方的脸打量了一下，问道：反间谍行动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为什么要戴龟皮面具？为了保密，我们的身份不能泄露，请苏先生理解。中年男人立刻答道。岳冰凌这才发现这3人的脸上都有着极为逼真的面具，不仔细看的话很难察觉到这一点。苏无忌看了一眼老夏和岳冰凌，说道：我跟你们走。无忌。岳冰凌本想阻止，却看到苏无忌摇了摇头。夏红振眯起了眼睛，没说话。等上了车之后，苏无忌才开口说道：你们不是反间谍行动处的人，暗影天王果然不同凡响，你早就察觉到了不对，为了避免波及到房间里的其他人才答应跟我上车的，对吗？那为首的中年男人坐在苏无忌的旁边，笑呵呵地说道：苏无忌，确实如此，你也是来自黑暗世界。在那面积不大的房间里，如果真打起来，夏红振和岳冰凌一旦被波及，起码也会身受重伤。中年男人微笑说道：第一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天泉神殿。苏无忌似乎一点都不意外。天泉神殿来了多少阿猫阿狗了，你们没完了。中年男人摇了摇头。若这次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了？苏无忌盯着对方的面具，手已经摸在了腰间的紫色软件上了。中年男人淡淡说道：因为我叫奥丁。
苏无忌不禁觉得，奥丁和月神还特么的真能凑成一对儿。之前他就听白木哥说过和月神见面的事情，两大堂堂天神居然都喜欢乔装打扮，在车上暴露身份，这逼装的一点也不好玩。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说道：“你真是奥丁。”暗影天王不用装傻。奥丁说道：“如果不是你，我的几个神位也不会葬身大海，月神夫人也不可能顺利逃脱。”苏无忌呵呵一笑，手反而从紫色软剑的剑柄之上松开了。你连这都知道，我还以为我隐瞒得很好。奥丁摇了摇头。我的目光一直投向非洲，自然也看到了莫桑科罗岛上所发生的一切。他的语气里并没有蕴含一丁点的杀意，也听不出任何的情绪。苏无忌说道：“其实就算是没有我，你的那些手下也奈何不了月神夫人。如果你只安排这些人来对付她，也不知道是该说你目光短浅，还是该说你能力不够。”坐在副驾上的男人说道：“住口！你没有资格这么评价奥丁大人。”对此，苏无忌冷笑着回应：“呵呵，傻逼！你……”那坐在副驾上的男人怒不可遏，刚想要掏枪，却被奥丁制止了。“闭嘴！”是，大人。那男人立刻闭上了嘴巴。奥丁淡淡说道：“暗影天王，其实我一直都挺欣赏你的，加入天泉神殿，如果表现好的话，我有可能会让你成为我的继承人。”苏无忌摇了摇头：“我对你画的饼完全不感兴趣。”奥丁说道：“那你对什么感兴趣？”苏无忌看了看窗外的路，声音不慌不忙：“我对你要把我带去什么地方比较感兴趣。”“你觉得我能把你带到哪里去？你最近惹了太多麻烦了。”奥丁摇了摇头：“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上了这台车，可就不一定能活着离开了。堂堂的天权之神，不应该只把目光放在我这个小喽啰的身上。”苏无忌说道：“那你们应该去找游侠之神算账。”奥丁不吭声。苏无忌笑眯眯的继续出主意：“或者你们去华夏找我爸爸，我惹了那么多麻烦，都是他教子无方，子不教父之过，就让他来承受你们的怒火吧。”奥丁摇了摇头，淡淡说道：“果然狡猾到了极点，符合我对你的一贯印象。”“我是说真的，可没骗你们啊。”苏无忌很认真地说道：“我爸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年人，你们去对付他，总比对付我省时省力。”车子还在一路前行，已经开出去10公里了。看到奥丁不接这话茬，苏无忌再度开口说道：“其实我觉得，咱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因为我们所在的这台车，必然已经成为了南利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了。”奥丁淡淡一笑，说道：“你觉得南利这群草包警察会是我的对手吗？”苏无忌摇了摇头：“起码他那不会让你顺顺当当的离开。”奥丁说道：“我很期待。”苏无忌眯了眯眼睛，说道：“其实我也很期待。”奥丁看了看他，问道：“已经死到临头了，你怎么一点也不紧张呢？”苏无忌咧嘴一笑：“我有什么好紧张的？你又不是真正的奥丁。”这句话一出，整个车厢里瞬间陷入沉默。副驾驶上的男人伸手入怀，握紧了枪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旁边的奥丁饶有兴致地问道。这无疑相当于承认了。苏无忌说道：“
我对杀意非常敏感，如果是真正的奥丁，怕是早就想要把我千刀万剐了。他怎么可能会慢慢悠悠地把我带上车，跟我废话那么多？不，也许你对奥丁并不了解。旁边的男人说道。这种天神级人物，如果让自己的杀气随随便便的外露，那未免有点太低级了。苏无忌指了指车子前行的方向。我想奥丁应该也不会带我去看南北的破冰计划现场。语不惊人死不休。此言一出，司机和坐在副驾上的男人身体皆是齐齐一震。你是怎么猜到这一点的？冒牌奥丁问道。我想我应该从来没表现出这种目的，这很难猜吗？苏无忌说道。毕竟我是个有脑子的人，和你们不一样。那个严坤蛮脑子都是要搞垮破冰计划，而自己的所有行踪都被南厉的国家情报院所掌握。京城员之前口口声声说过，他们需要自己作为帮手，但是破冰计划必须在表面上瞒过老夏和岳冰凌，对方以反间谍行动处的名义将自己从老夏身边带走，表面上根本挑不出毛病。站在苏无忌的立场上，哪里难猜了？所以你还是不愿意说出你怎么猜到的？冒牌奥丁笑了笑。果然是暗影天王，确实是有两把刷子，今天见面才知道，一直以来我都低估了你。其实我是有点失望的。苏无忌看了看身边的男人。我对破冰计划的现场真的一点都不感兴趣。那你感兴趣的是什么？男人问道。当然是奥丁本人。苏无忌说道。他如果不来南里，我会有些失望的。呵呵，听起来你像是在南里给奥丁布下了天罗地网。假冒奥丁饶有兴致地问道。那倒也没有。苏无忌也不知道有没有说实话。他摊了摊手，无所谓地说道。如果奥丁真的来了，我会引导他对夏红镇出手。车厢里都沉默了。毫无疑问，他们被苏无忌的无耻震惊到了。你呀，冒牌奥丁说道。如果奥丁攻击了华夏的夏红镇部长，怕是整个天泉神殿都要不复存在了。到时候即便是黑暗世界的天神级势力，又怎么可能承受住整个华夏的怒火？那副驾上的男人忍不住地说了一句。你就不怕夏部长死在奥丁手里吗？苏无忌满不在乎地说道。老夏虽然一把年纪，但依旧是龙精虎猛，哪有那么容易死掉？这话说的，似乎他确实不太在意老夏的生死。为你们可真是不够意思啊！我都说了那么多了，你们还不亮明身份？苏无忌问道。起码把面具摘下来吧。抱歉。冒牌奥丁说道。我们属于南离特种部队，身份高度机密，平时的任务就是保护军队高级将领，所以不能暴露真容。苏无忌呵呵一笑。那总得有个称呼吧？冒牌奥丁道。你可以叫我京上校。说着，他抬手指了指坐在副驾上的男人。叫他韩忠孝。好吧，京上校。苏无忌说道。给你们提个建议，下次不要冒充奥丁，换个人，或许我真的就中招了。谢谢你的提醒。京上校看了看手表，道：时间差不多了。苏无忌皱眉说道：破冰计划正在进行，为什么不放在明天？此时时间才到了下午1点钟，阳光灿烂，使得初冬的空气微暖。这几天南厉太乱了，华夏和东洋的警界高官齐齐遇刺，已经足够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了。这种时候进行两国破冰会晤，别人不会察觉到我想暗影天王先生本来也是这样的计划。京上校说道。
苏无忌摇了摇头，的确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敌人比我还能捣乱。他原先确实想要弄出一点动静来，吸引国际上的目光，以掩盖南北会晤。可这又是三大毒枭，又是高官遇刺，都是对手弄出来的热闹。苏无忌自己倒是没出多少力。破冰计划现在提前进行，正好可以打乱敌人的步伐。金上校说道。苏无忌说道：你们又怎么能确定敌人的步伐一定会被打乱？听了这句话，金上校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笑了笑，没多说什么。苏无忌也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说道：如果那位天神奥丁能像你的性格一样温和，那就好了。两人本来是在讨论破冰计划的布局，可现在前排的两个人都有些搞不懂。苏无忌此刻话锋急转，究竟是想表达什么的？金上校淡淡说道：你看走眼了，处在我们这种位置上的人，没有谁是真正温和的。苏无忌说道：虽然只是初次见面，但我莫名其妙的很喜欢你，所以握个手吧。说着，他伸出了自己的手。然而那个金上校却并没有伸手，他说道：握手的时候要摘掉手套，我的手部没做伪装，不想暴露手部的细节状态。苏无忌呵呵冷笑：该直白的时候不直白，不甘虚伪的时候却很虚伪。前年就要到了。金上校抬手指了指正前方，那是一片人员密集的写字楼。这个时间点能看到许多吃完午饭的上班族陆续走进大楼里。苏无忌说道：怎么把见面地点选择在这么个人多眼杂的地方？你看，暗影天王都想不到，敌人应该更想不到。金上校似乎对这个安排很满意。车子径直驶到了地下停车场，一行人进了电梯。这是一部大楼物业管理方专用电梯，金上校掏出了卡片，刷了一下，电梯才启动。所以这里这么安全，固若金汤，应该没有能用得到我的地方。苏无忌说道：够，我的上级特地指示过了，有你在，我会更有底气。金上校说道：把我当成诱饵，这就是你的底气？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诱饵？金上校，这是什么意思？车上跟你们绕了那么多圈子，你们也没一句实话。破冰计划明明就在明天，你们今天把我坑到这里来，就是想要引诱敌人主动攻击，以确保明天的安全。苏无忌说道：装我真是傻白甜呢。不愧是暗影天王。金上校说道：让我无比佩服。佩服你全家了。苏无忌直接抬手，紫色软剑横在了上校的脖子上，冷冷说道：他妈的第一次见面就拿我当诱饵，歌者，你真不是个东西。歌者。此言一出，那个金上校笑了笑，随后他伸出手来挡在了紫色软剑的剑锋前面，道：你认错人了，我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是不是歌者其实很好证明的？苏无忌呵呵一笑，手腕一抖，紫色软剑的剑身直接一弯，绕着缠向了金上校的脖颈。看这一下的威势，竟是毫不留手，似乎是想当场要人命。这金上校双手一抓，在剑锋直接割破喉咙的一瞬间，生生捏住了锋刃。呲了，这是剑锋与金属剧烈摩擦所产生的刺耳声音。手套的表层布料被割破，露出了一层金属色。金上校的手套里也有着一层特殊材料的防护。没必要直接下死手吧？金上校捏着紫色软剑，
那剑尖距离他的喉咙只有不到2公分，这着实有点艺高人胆大了。光是从这一下来看，这个金上校的身手应该不在苏无忌之下。而旁边的那个韩忠孝则是拔出了手枪，对准了苏无忌的脑袋。住手，放下枪！砰！苏无忌看都没看着韩忠孝，直接抬脚结结实实地踢在了对方的裤裆位置。韩忠孝刚刚那句的话音尚未落下，便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惨叫，捂着裤裆一下子蹲在了地上。苏无忌呵呵一笑，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那个韩忠孝疼得满脸大汗，看起来极为痛苦，连枪都握不住了。暗影天王，没必要直接下这么重的手吧？金上校语气淡淡地说道。我差点被你割了喉。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歌者要么开诚布公的谈，要么就别谈，别搞背地里阴我这一套，老子最烦这个。就在这个时候，电梯门开了，国家情报院的金成元处长正等在门口。这是顶层，外面的天台面积很大，有一个停机坪，可进可退。金成元看到苏无忌正持剑顶着金上校喉咙的景象，连忙说道：自己人都是自己人，金上校是我们陆军总长的贴身秘书。苏无忌没松开长剑。歌者你他妈假身份还真多。金上校说道。我都解释过了，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金成元也问道。什么歌者？话音未落，一架直升机由远及近，落在了大楼的天台停机坪上。几个身穿黑色大衣的男人走了下来。即便他们身穿便装，但身形笔挺，行进间步伐有力，看起来明显有着军人的气息。而走在中间的那个人颇为瘦削，脑袋上还戴着一顶厚帽子。南厉的陆军总长立刻上前迎接，双方热情握手。苏无忌透过落地窗户看着此景，呵呵一笑。做戏做全套，你们居然还找人冒充了北边的将军。金上校笑道。能找一个身形和他那么相似的并不容易。而这时候苏无忌的眼光一明，因为又有一个人从直升机舱门口下来了，是个女人。她穿着深灰色的西装，脸上戴着黑色口罩，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大号墨镜，整体打扮看起来有些朴素，很符合大部分北星女性的形象。然而即便她遮挡得那么严实，苏无忌也仍旧一眼就从身材和走路姿态看出来她是谁了。金奥利。他对这位侦察局长的身材可谓是太熟悉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来是谁。金上校把苏无忌的表情尽收眼底，微笑着说道：真真假假，你看连你都被骗了，敌对势力应该也会上钩的吧？滚蛋！苏无忌毫不客气地抬脚踹在了金上校的肚子上，随后收起紫色软剑，快步走向金奥利。他很确定走在前面的几个将军可能是假的，但这个侦察局长绝对不是冒充的。这时候乔装打扮的金奥利也看到了苏无忌，身体微微一震。他没想到南厉这边竟然把这个青年也给请了过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大楼的火警铃声突然响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强烈的火光从20层冒了出来。这火势起得如此突然，显然是有人刻意提前布置了燃烧物。这大楼一共35层，此时20层着火，逼得楼上的人们纷纷挤下楼，整个办公大楼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这时候，苏无忌正好奔到了金奥利的身边，可一道声音却从身后响了起来：“我的身上有伤，不能参加战斗，这次辛苦你了，受人尊敬的暗影天王。”这是金上校的声音，其中甚至带着一丝戏谑。他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微笑着跟苏无忌摆了摆手，然后按下了电梯的关门键。这是物业公司的专用电梯，其他楼层不停。哪怕此时往下奔逃的人们已经快要把其他电梯挤爆了，他们也打不开这一部电梯的门。这金上校好像早知道要发生这种事情，使用这一部专用电梯绝对在他的预案之内，瞬间便想明白这一切。还特么的说你不是歌者啊！然而这时候电梯门已经关上了。狗东西狡猾的要命！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怎么来了？”金奥利问向了苏无忌。苏无忌说道：“被这群不要脸的南离人给坑来的。”他看着身边的女人问道：“你也是诱饵？”金奥利点点头：“除了将军不是真的，其他都是真的。”这个局其实已经非常逼真了，连侦察局长金奥利和其他北星将领都出现在这里，敌人怎么可能不上钩呢？即便站在对立面上的是苏无忌，也会忍不住的想动手。保护好自己的安全。苏无忌叮嘱了一句，随后走到窗户边，下面已经混乱的不成样子，人群从周围的几栋办公楼里冲出来，四散逃逸，车子乱成一团。此刻起火的不仅是苏无忌所在的这栋楼，周围几栋高档写字楼全部起火，浓烟滚滚。敌人的准备显然无比充分。苏无忌觉得这真的很像是严坤的手笔，对方肯定是已经侦查出了几个疑似的破冰计划会晤地点，宁杀错不放过，一股脑的全部烧了，看看哪个才是真的。小心！这时候站在窗边的苏无忌忽然看到斜对面的那栋楼里反光一闪，他直接把金奥利按倒在地上。砰！一发子弹横贯300米的距离，直接钻进了窗户，打在苏无忌身后的立柱上。那立柱被打出了一大块缺口，烟尘纷飞。在尖锐的火警铃声和嘈杂的人声之中，那本该巨大的狙击枪声却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有狙击手啊！苏无忌喊道。在斜对面的顶层。金成元喊道。作战部队去清理对面大楼，顶层有狙击手。他的话音尚未落下，又是一声枪响，一名北星的将领肩膀中枪，一朵血花瞬间溅起，他直接被打翻在地，失去了意识。这一发子弹是从另外一栋楼的天台之上射来的，而那位身形很像金奥利哥哥的替身，此刻被2名将领压在了身子底下，躲在立柱后面的射击死角处。南离特种部队的几名战士已经挪到了天台位置，开始对狙击手可能的藏身位置进行火力压制了。对面大楼顶层的玻璃已经被扫射得千疮百孔，办公区里满是烟尘。掩护将军登基！金成元喊道。而南立的陆军总长则是靠在立柱后面握着手枪，并没有丝毫撤退的意思。趁着火力压制之时，几名南离战士把北星的将领们围在中间，撤向天台大门。然而就在此刻，好几架无人机忽然从25层的消防通道处升起，迅速拉高，直冲天台。由于这无人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天台上负责火力压制的南离特种战士们根本反应不过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无人机完成了急转弯，直接落向了
正在启动的直升机。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声已经响起，那直升机瞬间变成了一大团火球。这爆炸所产生的气浪，甚至把一名距离较近的南离战士直接从天台掀飞出去了。这一下，北星将领们想要使用直升机撤退的想法也破灭了。严坤必然已经早就算好了这些人的所有退路了。事实上，与此同时，南历首都全域范围内同时有5处地点起火，而只有这一片办公区才出现了枪声和爆炸。显然，严坤总揽全局，发现了几个疑似的会晤地点之后，全部进行冰封。可他对其他4处地点只是用起火试探了一下，便发觉都是障眼法，也就没有再进攻。在严坤看来，只有这一片办公区是真的，因为苏无忌也在这儿。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暗影天王对此事参与度那么高，他所出现的地方必然是真正的会晤地点。可偏偏严坤这次所遇上的不是正常人。那位疑似歌者的京上校把苏无忌用车子接到了这里，也给这一场逼真的骗局完成了最终的闭环。暗影天王在这里，北星的一众高级将领在这里，甚至连南历的陆军总长也在。根据情报，这南北破冰计划本来就是军方领导人的会晤，全部对上号了。这一切都是真的不能再真了。严坤此时已经乔装打扮成了出租车司机，来到了这一片办公区的前方广场处。他把车子停在纷乱的人流前方，看着几幢浓烟滚滚的大楼，说道：总攻一个不留。说完这句话，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做完了这场，整个东亚怕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随着严坤的话音落下，数道火龙陡然从周围的几栋写字楼之中爆射出来，直接命中破冰计划所在的主楼35层。原来他不仅在周围藏着狙击手，还有许多火箭筒。上百个身穿黑色战斗服的身影已经从主楼的各个楼层里出现，通过楼梯迅速直奔顶层。严坤又看了看另外一栋楼，对着通讯器说道：告诉电视台，我们的手里还有30个人质。故意把见面地点选择在人多眼杂的办公区，这其实是很多交易的惯用做法。其实换作是严坤，他自己也会这么办。南离一方故意扎了个极为逼真的陷阱，但没扎严实，而是留了个看似疏忽的口子。而严坤的手下则是直接钻进了这个口子里。南历这边的做法其实是安保教科书里的经典案例，主动式安保。被动安保讲究全面防御，全流程皆是不可出现任何一丁点的纰漏，对于所有参与者的要求极高。而主动式安保就不一样了，譬如隔壁办公楼的顶层，南离一方虽然安排了人手，提前进行了搜查，看似做了一些防御工作，可事实上这搜查工作只是浮于表面。严坤的精锐手下很轻易地完成了潜伏，并未被发现。此时主楼这边打得轰轰烈烈，着实有点苦了苏无忌了。他先是被南历当成了诱饵，现在又被当成了杀敌主力。狗日的歌者！苏无忌骂了一句，随后双手抱胸，靠在一个很粗的柱子后面，似乎根本不想出手。反正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所有方向的射击死角，只要敌人不攻上来，他就可以安心看戏。此时上百名精锐敌人已经杀进了主楼，逼近了顶层。20层的燃烧物已经快要烧完了，大楼的消防喷头早已发挥作用，
火势渐渐没了，但是浓烟已经涌进了楼梯。南厉的特种战士已经在楼梯口展开了防御，手雷被接连顺着通道扔到楼下，持续不断的爆炸，似乎是暂时阻挡了敌方的攻势。南厉的陆军总长亲自担任最大的诱饵，此时居然并未撤走，反而已经亲自指挥防御了，这倒是让苏无忌有点刮目相看。苏先生，拜托了。京城元跑了过来，将一把突击步枪塞到了苏无忌的怀里。您辛苦了。苏无忌没好气地骂道：你们这帮喜欢自作聪明的蠢货，真是害苦老子了。事后要是不好好补偿我，信不信我拆了你们那个什么瓦台？显然这件事情过后，他一定得从南厉这边要一大笔精神损失费。抱歉，这都是家族，不是总统那边的具体安排。京城元说道：我们只能执行，很抱歉。家族，呵呵。苏无忌拍了拍京城元的肩膀，道：说漏嘴了吧？京城元连忙解释：没有，是我口误。苏无忌呵呵一笑：王家在南离还真是一手遮天呢。京城元连忙否认：不，这和金家没有任何的关系。苏无忌：再加500万华夏币，不然别指望我今天出手。京城元愣了一下，立刻答应：好，苏先生请放心，事后一定一分不少地打到您的账户上。此刻子弹横飞，这华夏青年居然还在讨价还价，让见多识广的京处长颇为不适应。10分钟内我要看到钱到账。苏无忌丢下一句，随后拿起了突击步枪掂量了2下，随后来到了天台口。此时戴着墨镜的金奥利已经在天台上和敌人厮杀在一起了，因为有10几个黑衣人用抓钩攀上了顶层，他们个个手持长刀，彼此间的配合相当默契。显然经过了长期的磨合，南离陆军的几名特种战士完全不适应这样的打法，近战刚一开始，瞬间便被四起的刀光劈翻在地。此时困守35层的南离北星的将士们看起来已是腹背受敌。严坤的立体化作战方式确实是比非洲的那些恐怖分子们强出太多了，但如果熟悉米军特种部队的话，就能看明白，其实这就是米国那些精锐小队最标准的进攻方式，只是被严坤融入了一些黑暗世界的攻击手段。这攻上天台的10几个黑衣人，放在任何一个天神势力里，都能够担纲主力攻击手的位置。此时金奥利手持军刀，已经连续割开了2名黑衣人的喉咙了。和上次非洲之行相比，他的近战实力似乎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小范围内转移速度相当快。这个看起来娇媚的姑娘，即便带伤从非洲回国，也仍旧没有停下过前进的脚步。但这种程度的交战，兵器都是1寸长1寸强，金奥利即便实力胜出一筹，可他的军刀很快被3名黑衣人的长刀压制住了。砰砰，连续2声枪响，2名眼看着就要劈中金奥利的敌人皆是被子弹打爆了脑袋。金奥利的动作没有丝毫停留，大臂一挥，手中的军刀直接扎进了一名敌人的胸口。他扭头看向苏无忌，后者正一只手端着枪，另一只手对他竖着大拇指呢。金奥利笑了一下，随后一个漂亮的翻身，从一把长刀之下躲过，军刀直接插进了一名敌人的膝盖里。那敌人吃痛倒地，金奥利的军刀从膝盖中拔出，闪电般的插进了对方的喉咙。
又有10几个南厉的特种战士们从35层的办公区冲了出来，顶了上去，抵挡住了天台外围的第一波攻势。金奥利退到了苏无忌的身边，后者看了看这沾染了一些硝烟的姑娘，大声问道：金奥利，你觉得值得吗？把自己陷入险境之中，从而给自己的哥哥创造安全会晤的机会，若是因此而把命搭上，到底值不值？金奥利在北星的那位哥哥，也不是第一次把他当成吸引敌人目光的挡箭牌了。面对这个有些诛心的问题，金奥利没有丝毫迟疑地说道：没什么不值得的，倒是你也来了，我倒是要感谢他们把我坑到了这里，不然咱俩在南厉就要擦肩而过了。苏无忌说着，抬起枪口又射出了一发子弹。一个黑衣人才刚刚从天台边缘露出头来，子弹便精准地钻进了他的脑袋。金奥利的口罩早已不知道丢掉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唇角勾起，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意。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趟南离之行来得值了。说着，他摘下了脸上的墨镜，直接一扔。这墨镜之前似乎被固定在了脸上，极其牢固。金奥利翻滚腾挪的动作如此激烈，墨镜却仍旧没有被甩掉。此时，这墨镜被金奥利远远丢出，正好落到了南离战士们的阵线前方，落在了一名持刀黑衣人的脚下。轰！下一秒，那墨镜居然炸开了，黑衣人的右脚和小腿瞬间被炸断，竟是改装的小型炸弹。苏无忌说道：看不出来你们的高科技武器挺丰富啊。金奥利凝神戒备，回应道：那墨镜炸弹我本来是准备在绝境之时留给自己的，现在你来了，用不上啊。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后半句话我爱听，但这种自残的事情以后少干。那戴在脸上的墨镜要是炸了，金奥利的脑袋都得成碎片了，想想都让人倒吸冷气。这时候，又有10几个黑衣人从另外一侧攀上了天台，金奥利毫不犹豫地反身杀了回去。刷刷刷，又是数道破空声响起，从楼下竟然飞上来了10几枚大型回旋镖。这回旋镖的长度大概有1米来长，显然是特制武器。这么大的力道，应该并非人工所发射的。这些回旋镖在飞到了天台高度之后，纷纷划了个大弧线，精准命中了负责天台防御的南厉特种战士们。他们的身上纷纷标溅起了血花，有的战士甚至被这1米长的回旋镖直接拦腰斩断了，防线几乎被瞬间攻破。这种武器的速度不慢，还特么的能拐弯，简直是城市作战的利器。还有2个回旋镖直接朝着金奥利飞了过来，看那凶猛的力道，后者手里的军刀几乎不可能挡得住。这2镖交错而行，速度极快，封死了金奥利的所有躲避角度。似乎下一秒，金局长就要血溅当场了。唰，紫色剑芒直接亮起来。随着剧烈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2个力道极大的回旋镖都被紫色软剑生生抽飞了出去。苏无忌将金奥利从地上拉起来，沉声说道：这玩意上面有芯片，有动力源，能遥控制导。他之前从来没见识过这种武器，杀伤力不小，成本不高，而且动静比无人机要小得多了。为了破坏破冰计划，敌人连这种新型武器都拿出来了，真特么的是决心满满。苏无忌觉得回头一定得让金家给自己加钱。金奥利深吸了一口气，谢谢。刚刚那2记回旋镖确实让他心有余悸，
而这个男人又一次救下了他。客气什么？毕竟咱俩差点斗。苏无忌说着，止住了话头。金傲立望着杀过来的敌人，眼光微热，道：“那次毕竟是意外，别往心里去。”说完，他再度冲了上去。此时，好几架无人机已经升起，分布各个高度，实时拍摄着从1楼到顶楼天台的所有画面。那位金上校早已经坐上了车，他坐在车子的后排，手里拿着一块平板电脑，屏幕上正实时播放着场上激战的情况。暗影天王出工又出力，不错。金上校笑了笑，目光随后落在了金傲立的脸上。此时，这张似乎有着一些混血基因的面庞，失去了墨镜的遮掩，在南丽的阳光下显得无比的耀眼。真是勇敢的姑娘。金上校夸赞了一句，随后他明显有些疑惑地自言自语：只是在北星身居如此高位的人，怎么会是混血呢？